在北京最省钱的人是怎么生活的？我找到一位职业流浪汉，让他告诉我怎么生活最节省。大哥，你是昨天晚上被困在这儿了吗？没有，我就住在车上嘛。李帮主38岁，5年前生意失败后流落在北京马驹桥，做日结工攒钱买了辆2万5的二手车，人生理想流浪。上午10点半，李帮主才从车里起床，他还向我展示自己住的车里有多舒服，还说之前比这还舒服。2、3年你就一直住在车上？对，平时基本都住在车上。这就是你住的地儿？对呀，省房租嘛。那你平时是干什么的呢？平时干日结、打零工，有啥活干啥，各种的跑腿什么都干。你有钱买车，为什么不租房啊？你在北京租房还是成本太高了，随便你是稍微想住好点1000多，你住那种几百块钱300、400、400-500的房，还不如住在车上舒服呢。400多的房子，没有暖气，也见不到阳光，这还不如车上暖和呢。怎么省钱？李帮主说，在北京如果一无所有，还想赚钱省钱，只能去一个地方：一、落难必闯马驹桥，这里是北京唯一不用押金就可以租房的地方，1个月只要450。在这里没有任何门槛，就可以日赚270元。一天就200多300。260，下班行了，好加油！这里有北京最后的5块钱管饱盒饭，5元1份啊。2、住宿可以不花钱。我问他还能更省吗？他说住可以不花钱。有从夏天到冬天都住在河边一艘船里的。我从去年7、8月份开始住的吧。喝水的话就是公厕拿个瓶子装点水，然后吃饭就捡点，反正饿不死。还有就在公厕打盹，晚上睡在小便池边的。我们去了火车站，他说这个地方简直太好了，有热水，有厕所，就是躺的地方有点少。又去了24小时书店，这个地方只能趴着睡，不能打呼噜，不能影响其他人。李帮主说他正在做北京冬天免费住宿的攻略。我说有人用得上这个吗？他说多的是，你不知道人在最穷的时候有多惨。3、千万别干长期工，为什么不找个稳定工作？他说那都是骗他们这些人的。邢台一个老哥，说的是去干3000吧，干了2个月，走的时候就给开了2000多块钱，知道吧？日结工稳定，因为很少被骗，即便被骗，也就是损失1天。别干长期工，因为太多拿不到钱的。我问李帮主，这样的生活过了5年，痛苦吗？他说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那时候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。我是工作很努力的一个人，包括我创业什么，我的魄力各方面都也够，能力也在那摆的。我之前各方面收入的还不错，但是干着稀里糊涂的就跟个游戏一样，突然间就3档了。我说他这是彻底躺平了。他说不，我是觉醒了。就大家意识觉醒了，可能不愿意受那么多剥削，但是呢又没有太多更好的选择，他又想去追求自由，那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对抗，获得的只能是最廉价的自由了。他说不止他，其实我们都在流浪。你很多人你是说找了一个长期的班，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你不就是在一个岗位上干个3、5个月吗？大部分人不都这个状态吗？房子也不是你的，随时都可以搬，对吧？东西可能也没几件是你的，其实也是一种流浪的状态嘛，大家都是在流浪。4、省掉人际关系，省掉天经地义。他说因为流浪，他告别了人际关系，告别了上班、结婚生子，这些人们说的天经地义。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包括上幼儿园、上小学、上初中，都是被别人安排好的，你没有选择的。到结婚到生子仪，就是说你说是谁安排的？是父母吗？父母也是那么过来的，谁也没想明白是谁安排的，但是大家都是不由自主的，甭管你愿不愿意，都是按照这个齿轮，按照这个线路去走的。去了广东，去了上海，做日结工，睡桥洞，睡大街。他说主动的流浪都是在体验生命。你坐在这儿，你不用着急回家，你不用着急上班，你会看到这个雪，它是很美的。雪下的特别大，鹅毛大雪，在你眼里是很美的雪。对于刚下班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很操蛋的事儿，回家都回不了，完全是2种状态，知道吧？你包括下雨，夏天下雨的时候，我可以找一个稍微雨少的地方，我把车窗打开一点，然后煮一杯茶，然后点一支烟，我可以欣赏这个雾蒙蒙的小雨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
对于一个在外面跑的上班人来说，这真的是一个很扯淡的事儿，都大下雨的。那一刻，我竟然有点羡慕他，因为在北京这座忙碌焦虑的城市里，他可能是第一个发现春天花开、冬天初雪的人。李帮主问我有什么书可以推荐给他，我说你可以看看捷克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，他很喜欢，地铁、公交、吃饭的时候都在看，甚至还会读出声。谁也不知道谁的将来会怎样，只知道那些衣衫褴褛的可怜人正在慢慢老去。